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维和防暴队开始盈利，王一博片酬曝光竟然这么低。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差不多都交上了不错的成绩单，其中喜剧电影《末路狂花钱》绝对是最大赢家，目前累计票房超 5.5 亿。电影成本不高，盈利最多。慢热的九龙城寨之围城中后段开始发力，目前票房近5亿，应该也开始赚钱了。就连临时撤档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，尽管被网友们口诛笔伐，逃跑的姿势有点灰头土脸，但谁也没想到片方会有这么花的操作。撤档后不会在大银幕上映了，而是直接卖给了视频平台。这意味着应该卖到了理想的价钱，至少保证不亏。但最吃亏的是杨幂啊，妥妥的顶流演员、大女主。结果主演的电影最后沦为网大。早知今日，当初杨幂肯定不会接这个项目。下面重点说维和防暴队。出品方万达电影在业绩会上透露，截至5月15日，维和防暴队已实现盈利。作为影视公司，电影盈利4个字可谓是刺激股价攀升的良药，由此可以推断维和防暴队在5月15日上映半个月时，刚刚开始盈利。一般来说，出品方对电影的制片成本、演员片酬往往秘而不宣。作为有枪战、追车、爆破等大场面元素的电影，维和防暴队成本不会低，更何况还有黄景瑜、王一博、钟楚曦等一线明星参演。但万达在业绩会上的表态，等于间接透露了维和防暴队的制作成本，从而王一博的片酬也浮出水面。用数据说话，到5月15日，维和防暴队的累计票房达到 4.79 亿。这个数字不全是片方的，因为要和影院、院线分账以及缴纳税费等等，片方按比例能拿到 1.65 亿。五一档和国庆档、春节档是每年3个最重要的档期。早些年电影市场好的时候，大档期上映的电影宣发成本不会低于1亿。但这几年市场差了，片方也逐步收紧钱袋子。一方面是宣发渠道改变，原本站台、电视等传统渠道的广告投放变成了短视频的营销，可以节省一笔费用，而电影发布会、各地路演、媒体邀请也开始收紧。维和防暴队早早就锚定了5一档票房冠军的位置，在几部电影里宣传攻势非常猛烈，几乎全领域都有投放。以深圳为例，公交站牌、地铁橱窗都能见到宣传海报，保守估计总的宣发费用不会低于6000万。去掉宣发费，维和防暴队的总制作成本1亿。早在2017年，多部门就出台了相关规定，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%。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%， 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 30%。作为典型的主旋律电影，相信维和防暴队不会违规，而且从电影总体质量来说，各种车辆、道具、大场面的打造，成本摆在那，按照规定的百分比，电影所有演员的片酬加起来不会超过4000万，而黄景瑜、王一博、钟楚曦、欧豪算是电影的主要演员，按照70%的比例，
4个人的总片酬不会超过2800万。有句至理名言是不患寡但患不均，演员按照咖位和番位定片酬没毛病，但相差不会特别离谱，否则肯定就有矛盾。黄景瑜是一番，王一博接这个项目时还没有大银幕作品，出进这个领域开价不会太高，这意味着4位主演的片酬都没有太离谱，王一博会低于黄景瑜，在1000万以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维和防暴队和无名在2021年前后脚开机，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，无名先上映了。当时导演程耳公开宣布无名盈利时，电影的分账票房刚好3亿，去掉1亿的宣发费用，总制作成本在2亿元左右。在很多人眼里的文艺片为啥会这么贵？一是拍摄时间长，二是用的设备贵。无名用了2台只租不卖的阿莱65摄影机，单台一天租金就要1万美金。三是演员片酬贵，按照片酬比例要求，无名演员总片酬大概8000万左右，大牌演员数量众多。按照主演片酬占总片酬的70%计算，梁朝伟和王一博的主演片酬最高也就能到5600万，姑且只将他们2个人算主演。梁朝伟的片酬不是秘密，出演上汽的片酬是6000万港币，而投资2亿的《风再起时》，导演翁子光在采访时透露，梁朝伟和郭富城片酬是成本的1半，如果2个人平分1亿，每个人就是5000万，再次证明了梁朝伟5000万打底的片酬。那么将已知条件套用到无名，梁朝伟拿走他那份儿，留给王一博的也就600-700万而已，和维和防暴队大差不差。有不少营销号鼓吹王一博接追风者开的片酬是3000多万，这种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就当八卦随口听听吧。无可否认，演员拍电视剧的片酬要比电影高，特别是王一博这种奔着好演员使劲儿，肯定是将好剧本、好班底的要求放在片酬之上的。假设张艺谋伸出橄榄枝，相信王一博进一步调低片酬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人和人的价值观不一样，有的演员演戏仅仅是一项工作，有的演员演戏是艺术创作、表演追求。王一博肯定是后者，片酬多少不应用于衡量演员价值和咖位，作品质量的好坏才是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